公司团建时，我被新来的实习生扑倒在公司团建现场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销售主管楚生的唾沫星子就喷到了我脸上。我说苏浩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，职场骚扰、调戏实习生，被抓现行了还敢装无辜？楚生，你他喵瞎儿，你没看到？你以为你装的人模狗样，就没人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瞒不住，满脑子都是那点事，一见小姑娘有几分姿色就凑上去动手动脚，满嘴污言秽语。像你这种货色留在公司，分明是颗定时炸弹，女同胞都把眼睛擦亮，防着点。苏浩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，我呸！看到楚生对我的恶意，我终于明白过来，原来他以为我是来和他抢饭碗的，可惜他猜错了，我不缺这碗饭，毕竟整间公司都是我爸的，我懒得理会他的风言风语。被他压在身上的实习生站了起来。苏浩，我是在为你着想，男人管不住自己，迟早要惹出大祸，别一天到晚就想着那点烂事。我也是男人，还能猜不出你那点心思？楚生，饭能随便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自己心里龌龊，就别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你一样下作。我楚生今天就把话放直，就算咱们都是男人，我也绝不能昧着良心替你这种货色说话。光天化日就敢耍流氓，背地里还不知龌龊成什么样。周围的同事听到楚生的话，都开始窃窃私语，投向我的目光也变得充满鄙夷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看着挺正经的小苏居然这么下作。开个2手50面包车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穷酸成这样也敢对实习生下手，连件像样西装都穿不起，倒有脸学人家玩潜规则。我听着这些议论，心里只觉得可笑。当初来基层实习，为了低调，我不顾父亲劝阻，特意跑去2手市场挑了一辆2手50，没想到这份刻意保持的低调，如今却成了他们攻击我的理由。我开50怎么了？是蹭你们家汽油了，还是占你们车位了？开50的就不能堂堂正正做人了？穷酸还这么横，没那个家底就安分点，别整天做癞蛤蟆吃天鹅肉的美梦。我还不知道你这种穷屌丝，怕是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吧？我们这儿可是正经企业，容不下你这种人。紧接着曹小云像是被触动了一般，掩面抽泣起来，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任谁看了都会以为是我对他做了什么。我扫过众人写满鄙夷的脸，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去。团建结束，刚回到公司，就看见楚生斜倚在电梯口。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识相的就自己滚出销售部，我还能给你留几分颜面。要是再赖着不走，我让你身败名裂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。你不是觉得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屌丝吗？何必挖空心思针对我？记住了，这公司销售部永远是我楚生说了算，别想着在这里当空降兵摘桃子。老子吃的盐比你们吃的饭都多，聪明的话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我或许还能网开一面。所以公司前几任销售冠军接连跳槽，都是被你用同样的手段排挤走的。你倒是机灵，不妨告诉你，想在老子手下出头没那么容易，他们已经被全行业封杀，在这座城市根本混不下去。他们真的实施了职场骚扰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如何？事实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的名声已经臭了，烂透了。你要是不想落得同样悲惨的下场，最好识相点，趁早收拾覆盖滚蛋。看到楚生一脸无奈的样子，我强忍心里的怒。楚经理，我进公司凭的是真本事，就凭你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也想让我走人？顺便提醒你，造谣诽谤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去，将他狠毒的目光甩在身后。那我们走着瞧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刚踏进办公室，楚生就阴阳怪气的堵在门口。站住！昨晚你在小云公寓楼下蹲到凌晨1点，我可是全都看见了。深更半夜在单身女孩家附近鬼鬼祟祟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手里可是有你蹲守的照片，现在立刻滚蛋还来得及，不然到时候进去吃牢饭，可别怪我没事先提醒你。我心头猛地一沉，昨晚凌晨1点我确实出门，但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地点跟曹小云住的小区恰巧一个方向。正巧小云昨晚加班到1点，我可是亲眼看见你那辆破50停在巷子口。你要是实在管不住自己，我劝你找个地方自己嘎掉算了，省得祸害人。或者哥哥，我好心给你指条明路，城南有几个高端会所正缺男招待，保管比你在这挣得多。你跟踪我？我不仅知道你昨晚去了哪儿，还知道你上周是怎么拿下那个单子。那客户年纪都快能当你奶奶了，你可真够豁得出去的。楚经理，上完厕所记得擦嘴。你要是继续满嘴喷粪，造谣生事，我不介意告你诽谤。就你这种管不住自己的败类，也配谈法律？还报警？警察来了，第一个抓的就是你。几个跟他交好的同事立刻跟着疯笑起来，七嘴八舌的帮腔。苏浩，楚经理说你也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还不识好歹？就是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怕，最怕的是一条道走到黑。要我说，你这毛病的早点治。我攥紧拳头，强压着怒火。你们谁抓到我现行了？就凭他楚生上下嘴皮一碰，你们就深信不疑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都没有最基本的判断力吗？这时一个女同事掏出手机晃了晃，还在这装模作样。你那些破事都冲上小某书同城热榜了，现在全城都知道咱们公司出了个骚扰实习生的败类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找条地缝钻进去，省得在这儿现眼。我点开小某书，同城第一爆款帖赫然在目，实名曝光，实习期间遭遇无良同事骚扰，姐妹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我看向楚生得意的嘴脸，这帖子是你搞的鬼？是又怎么样？我这是替天行道，为被你们这些渣子欺负的女同胞发声。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人狠狠踹开，一个满面怒容的壮汉堵在门口，杀气腾腾的目光扫过全场。哪个叫苏浩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这边那个就是苏浩，就是他骚扰小云的。壮汉的目光瞬间锁死在我身上，3步并作2步冲到我面前，
王八蛋，就你这怂样也敢动老子的女人！今天不把你打残，老子跟你姓！说完对着我狠狠一拳打。楚生在一旁兴奋地掏出手机，飞快地点开直播软件。老铁们快看，这就是那个骚扰实习生的人渣，现在受害人男朋友找上门了，真是大快人心！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一个开破二手车、浑身地摊货的穷酸，也配学人家玩潜规则？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？好好照照自己。直播间里，女性观众们的怒火被瞬间点燃。严惩职场骚扰，姐妹们保护好自己。这种人就该挂在耻辱柱上示众，支持受害者维权。作为过来人，太懂这种恐惧了，建议直接报警，绝不能姑息。办公室里，壮汉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狠狠往地上按。还不赶紧跪下来给老子跪下磕头！敢碰老子的女人，今天老子非废了你！我和曹小云根本没有任何来往，连话都没有说过几句。那天是公司团建，她喝醉摔倒，才把我扑倒在地。放屁！小云是我见过最爱的姑娘，她平时滴酒不沾，怎么可能喝多？就凭你这副穷酸德行，她也绝不可能往你身上扑。再敢污蔑她半句，老子现在就废了你！这人渣到现在还敢倒打一耙，明明就是你觊觎小云美色，现在倒装起受害人来了。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楚生，你能为你说的每句话负责吗？不然呢？人家小云可是985高校毕业的，会冤枉你这种穿地摊货的穷酸？做白日梦也要有个限度。壮汉见状更加猖狂，抡起拳头就往我腹部猛击。今天不把你打残，老子跟你姓！我是总公司苏建明的独子，就算为了苏家的脸面，我也不可能大庭广众之下调戏一个实习生。苏总的儿子，你要真是苏总的儿子，我当场把手机吃下去。几百亿身家的继承人会来这种小村公司，会开破50，会穿50块一件的衬衫。我挣扎着要联系父亲，曹小云却冲过来打掉我的手机。你骚扰我不够，现在还要当众污蔑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从入职第一天起他就给我发暧昧短信，我忍了这么久，就是怕丢了工作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从来没有。还敢嘴呀！小云都告诉我了，上周二在茶水间，你是不是从后面抱她了？周三晚上是不是跟踪她到地铁站？围观同事纷纷倒吸凉气，指指点点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果然人不可貌相。楚经理说的对，苏浩就是个人渣，平时装的人模人样，比弟弟这么龌龊。我们职场女性想堂堂正正工作就这么难吗？被骚扰要忍气吞声，反抗就要被说小题大做，是不是非要血溅当场才能证明我的清白？小云，别做傻事，该受惩罚的是那个人渣。快下来，我们都相信你。为这种人渣不值得呀！放心吧，公司一定会给你讨回公道。壮汉的拳头如雨点般落下，我可是血沫艰难呼喊：“帮我报警！求你们，警察来了，是非曲直自有公道。”还想要公道？老子就是公道！现在知道找警察了，欺负小姑娘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谁要是报警，就是他的同谋。原本想帮我的同事身体一场，又默默退了回去。老子今天非要废了你这个杂碎不可！我发誓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求你们快报警啊！我用尽最后力气嘶吼，声音里带着绝望的颤抖。楚生的立刻斩断了我最后的希望。还在狡辩，以为不承认就能蒙混过关？苏浩，你简直把男人的脸都丢尽了！沉重的办公椅带着破风声朝我头顶砸落，我绝望地闭上双眼，准备迎接这致命的重击。可预想中的剧痛并未降临。谁敢动我儿子？谁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的？这流氓骚扰我女朋友，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我也要讨个公道！楚生立刻把手机对准我。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看见了吗？小流氓叫来老流氓，真把公司当自家地盘了。直播间弹幕顿时炸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能养出这种小流氓，自己肯定更脏。渣渣这老的，肯定也不是好东西。闭嘴！我是苏浩的父亲苏建明。要找了个跟我们董事长同名同姓的老家伙，就真当自己是太子爷了。家人们看好了，这小色狼不知从哪找来个同名老头，就妄想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看到父亲的示意，2名保镖立即上前扣住楚生和壮汉的手臂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耍流氓不成就要动粗？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这时分公司的张总屁颠屁颠的来到父亲的面前。董事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是董事长就能纵容儿子胡作非为？闭嘴！苏董身家100亿，苏公子什么世面没见过？那天的团建全程有摄影团队跟拍，谁会当众做出格的事？你动脑子好好想想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张总，您位高权重，当然要维护苏家的颜面，和我们这些普通人就该任人宰割吗？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，说再多也是徒劳，但求您摸着良心说句公道话，我们打工人的尊严就活该被践踏吗？说着又转向围观的同事。姐妹们今天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底层员工的命运，被欺负了还要忍气吞声。我苏建明白手起家，从工地搬砖做到今天，靠的实事求是4个字。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就让证据来说话。法务部负责人立即将一叠照片投射到大屏幕上。第一张是团建当天的全景照，清晰显示我站在离曹小云至少5米远的地方，正专注的和另一位同事聊天。这不可能，照片肯定是伪造的。法务又切换下一张。伪造，这可是酒店监控截图，而且所有影像都经过公安部认证的司法鉴定系统验证。现在 AI 换脸技术那么发达，那就让他们看原始视频吧。高清监控显示团建当晚，曹小云确实在走廊踉跄，但我及时侧身避开，反而是他主动抓住我手臂把我扑倒在地。视频还录下他带着笑意的声音。苏经理怎么躲着我呀？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反转。我的天，这简直是年度最佳反转剧！
这女人的演技不去拿奥斯卡，真是屈才了。刚才那些满嘴喷粪的键盘侠了，现在怎么不废了？建议严查这个曹小云，绝对是职业诈骗犯。尽管证据确凿，壮汉仍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，死死瞪着我父亲。我不信你们这些有钱人黑的都能说成白的，这些视频、这些照片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伪造的？为了给你们家少爷脱罪，小云别怕，有我在，今天一定给你讨个公道。说的对，他们苏家权势滔天，伪造证据易如反掌，这就是要合伙欺负我们平民百姓。父亲脸上没有任何被冒犯的意义，只是平静地看着那壮汉，眼神里甚至带着一丝怜悯。小伙子，重情义是好事，但用错的地方就是愚蠢。既然他执迷不悟，那就让他看看他拼命维护的到底是什么。法务立刻会议，在平板电脑上快速操作了几下，大屏幕上的画面再次切换。画面中，楚生和曹小云正亲密地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卡座里，根本不是普通同事的关系。阿生，那个苏浩，我看了就不舒服，他看人的眼神好像能把人看穿一样。他会不会是总部派来查账的？你之前不是说销售部的账目？放心，一个开50的穷小子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不过你说的对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，得想办法让他赶紧滚蛋。那怎么办？简单，找个机会，你不小心摔在他身上，我来抓他个现行。职场骚扰，这顶帽子扣上去，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到时候不仅他要滚蛋，还能给你立个柔弱受害者的人设，转正评优，还不是水到渠成？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前几任那个宁阳、胡一统不都是这么被搞走的吗？听话，事成之后，上次你看中的那个包，我给你买。楚生脸色惨白如纸，拼命想挣脱保镖。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壮汉僵在原地，脸上的愤怒寸寸碎裂。小云，你慢！我不是。郝小云想要辩解，却语无伦次。所以你早就跟他搞在一起了，你让我来替你出头，替你报仇，其实是把我当枪使，把你的除掉眼中钉。我他喵才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丑。兄弟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解释你好大儿。壮汉挣脱保镖，抄起刚才那把差点砸到我头上的办公椅，朝楚生抡了过去。汪男女，我让你们骗我，我让你们拿我当傻子耍。壮汉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扑上去对着楚生拳打脚踢，场面瞬间失控。郝小云吓得尖叫起来，想上前拉架，却被壮汉反手一巴掌扇倒在地。还有你这个小可爱，老子掏心掏肺对你，你他喵围着我，还让我来替你害人。会议室里乱作一团，惊呼声、劝阻声、打斗声、呼喊声响成一片。苏经理，苏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我当成个批放了吧。去年3月，你通过表弟的空壳公司虚开建材发票，套取公司资金87万。4月，你伪造出差记录，冒领差旅补贴13万5千元。5月到7月，你收受3家供应商回扣，总计156万。每念出一条，楚生的脸色就会败一分。会议室里响起压抑的惊呼，这些数字显然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。不是，这些钱我都用来打点关系了，都是为了公司啊。打点关系？你在碧水湾新买的别墅也是为公司买的。楚生终于支撑不住，整个人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。这时，曹小云也爬过来哀求：“苏少，我是被逼的，都是楚生威胁我，如果我不配合，他就要在我的实习鉴定上写差评，让我在行业里混不下去。”是吗？我点开一段录音。等把苏浩弄走，销售部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你那个傻大个男朋友，随便轰轰不就得了？知道了，不过转正名额你可要给我留着。还有，我看中的那个包，忘了告诉你，从你第一次在消防通道和楚生密谈开始，公司的安防系统就全部记录下来了。警笛声由远及近，4名民警走进会议室。当冰冷的手铐即将扣上时，楚生突然崩溃大哭：“苏少，你不能这样！我老婆刚生完2胎，孩子才3个月，你也有父母，你将来也会有孩子，你忍心看孩子这么小就失去父亲吗？”我沉默片刻，缓缓蹲下身，与他平视。楚生，你还记得宁阳吗？3年前的销售冠军，他被你诬陷性骚扰，现在在送外卖。他母亲当时正在癌症化疗，因为这件事病情加重，去年去世了。还有胡一腾，被你用同样的手段赶出公司后，妻子跟他离婚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他去年跳楼致残，现在还在康复中心。他们的孩子不可怜吗？警察上前给他戴上手铐，在即将被带离会议室时，楚生突然回头，歇斯底里的大喊：“苏浩，你装穷小子设局害人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我从未设局，只是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展现真实的自己。警车有之后，我转向全体员工，即日起成立专项审计组，重新审核所有采购合同，同时开通实名举报渠道，对提供有效线索者予以奖励，对打击报复者零容忍。处理得很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我不是在报复，而是在守护公司的正气，也守护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应有的公平。3个月后的集团全员大会上，我站在主席台前，背后大屏幕正实时直播着各分会场的画面。相信大家都听说了之前那场闹剧，今天我要宣布2件事：前销售总监楚生因诽谤和职务侵占罪被判8年，同时他将终身不得进入本行业。实习生曹小云他因诬告陷害罪被判3年。此外，他还需要在主流媒体上公开道歉，消除影响。公司今天正式成立职场环境特别委员会，由我直接负责。这个委员会要做2件事：第一，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撑腰。我们开通了24小时保密热线，
任何受到骚扰的员工都可以直接联系。第二，我们绝不容忍任何人利用公司的善意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举报必须实名，诬告者将承担法律责任。台下有人小声议论，但很快安静下来。我知道有人在想，这样会不会让真正受害的人不敢发声？请相信，正义从不需要谎言来成全。真相可能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散会后，新来的实习生小声问我：“苏总，这样真的能杜绝类似事件吗？”不敢说100%，但至少能让好人安心工作，让坏人跌量代价，这就够了。郝小云作为从犯，因积极举报重大线索，最终被判3年有期徒刑。而楚生的罪行因为新的证据不断浮出水面，刑期从最初的7年一路加重到整整14年。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，已经是10多年后。出狱后的楚生再次找到曹小云，最终楚生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。2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职场精英，最终以这样极端的方式，给彼此的人生画上句号。